台湾，那它这个时候它比较顺啊，一档换二档棍。台湾，那它这个时候它比较顺啊，一档换二档棍。我的人现在就在瓜拉腾阿努的 Kijau， 然后我们就随着 Jetour 的2天1夜的 Media Drive 来到这边。那昨天呢，我是开着 Jetour 的 T2 PHEV 啦，今天到我呢开 T1 回到吉隆坡了。那我回到吉隆坡之后呢 ，T1 就会正式发布了，价钱就在这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看到这个影片的你们呢，一定是已经 launch 了的啦哈。今天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市场上又有多一辆非常有竞争力的 Jetour T1 1.5和2.0。Jetour 呢，在2026年的半年的畅销率呢，达到了10名啊！恭喜Jetour啊！因为款式呢，真的是让人家大所喜爱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Jetour T1 跟 T2 呢的之间的轴距分别了。Jetour T2 2800mm，T1 竟然比 T2 的轴距长了10个 mm 的。T1 的高度为1845mm，宽度呢1967mm，长度呢4706mm。简单来说呢 ，T1 更加修长，轴距反而比 T2 多了10个 mm 的，因此后排空间呢也不会输得太多。反而 T2 呢更加的大量一点点啊，后面还有一个像备胎这样的设计，让人家大所喜爱的。Jetour T1 总共有2个规格可选择，一个是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还有一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1.5公升前轮驱动，2.0公升4轮驱动。如果你看到车尾的徽章下面多了一个 XWD， 它肯定就是2.0公升的4轮驱动啦。如果你住在不中的啊，当然最近不是不中了，最近是 PJ 啊，突的朋友们呢，淹水的话没关系，这辆车的高度可以达大概600mm 左右的水位。外观方面呢，跟1.5公升的差别是在于它的轮圈，2.0公升是用的19寸，1.5公升用的18寸，后面就多了一个 XWD，2.0公升就多了一个7个驾驶模式加一个 X-Drive Mode、Welcome Lamps、全景天窗、驾驶员的记忆座位，还有 Welcome Function。副驾驶拥有电动座椅调节，还有大腿支撑，15.6寸的唱机，还有一个声控9颗的 Sony 的喇叭。1.5公升可以产生168匹马力，270个牛顿米的扭力；2.0公升可以产生242匹马力，375个牛顿米的扭力。两者都是配搭的这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当然油耗两者都有各不同了。这辆车标配了6颗安全气囊 ，ADAS Level 2，你所想象的自动刹车系统啊、盲点侦测啦、车道偏离辅助啦、半自动驾驶模式啦都有。Asian NCAP 的5星，胎压侦测器，全皮革座椅，座椅通风，无线的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50瓦的无线快充，还有7个 USB 插槽。至于买哪一个呢？其实没有对与错了，就看你个人选择。你喜欢只是城市驾驶而已，没有用到它的4轮驱动的话，其实买1.5其实够用的。但是有些人买车就像我这样，要就去到玩，直接去到最高配嘛，对吧？4轮驱动有，哪怕你就是去一个轻度越野啊，要去野餐啊，或者是要去露营啊，4轮驱动的确是有它的优势的啦。中网方面呢，我就个人会比较喜欢 T1， 因为它是少了这个灯大块的。当然我知道这个也是可以改啦，你要改成有灯的话，相信很多配件呐T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LED 的日行灯有4颗，中间还有一个 projector LED， 下面还有一个雾灯。前保杆现在是亚色的，但是你后期要改亮色的话，这辆车的这个质感就体现出来了。千篇一律的贯穿式尾灯，尾灯小个的LED 行车灯全部都看得很腻了。我个人觉得，这种设计呢看得很新奇呢，而且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看起来更加的斯文，我觉得比较适合女人开。后面有一个电磁阀，打开有一个电动尾门，这个空间570升，当然里背可以做6式倾倒，还有一个隐私帘。左边、右边都有一个挂钩，我相信呢，如果你要挂一个网的话，好像越野车这样都没有问题了。下面有一个备胎，多余的空间，左边、右边 ，OK， 按下关闭了哈。
虽然这辆车的轴距呢是比 T2 长了一个10mm，可是车身的长度呢就比它短嘛。但是有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呢，它这里中间都是完全平的，这是非常的 good job。虽然还有四驱系统，前面调整是我的驾驶座位身高173，大概一个拳头，而且它的坐垫的长度哦刚刚好，我的大腿是足够支撑的。有多余一个拳头哦，而且我上面有一个全体天窗哦，看起来更加的宽敞。中央扶手都有给到，两组的 ISOFIX 黑色的皮革加橙色的缝线，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运动感。这个是 T2 是没有的。后面有两个冷气出风口，左右都可以调 ，USB 插槽还有 Type C 的插槽，看起来非常的宽敞啊，跟 T2 差不多。当然后座这里的门呢都是硬质塑胶。还有它这个手把也是裹上了这个皮革，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缝线。2.0的左驾驶呢，除了多了这一个电动调节座椅之外，然后它还有多了这个大腿支撑，这个也就是 Alphard 跟 Vellfire 同款的一点哈，这个也就是 T2 没有的，这个也是一个卖点哦，有这个女王座位，但是首先你得找个女王。气氛灯都埋藏在里面，非常有细节化的。中控下面这边也是有隐藏式的气氛灯哦，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哦。这里哦，好像 carbon fiber 这样有没有？然后这些好像国家地图这样，这里写的一个 travel， 这辆车是买来就是载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家人去 travel 用嘛。这里还有一个手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啦，可能就是开快车的时候啊，让这个隔壁的左驾驶更加有信心，对吧？对不对？这边多了一个储物空间，可以摆放你的手机啊。中央扶手啊，这里有一个非常宽敞的储物格，主机15.6寸的啊，所以这些功能我就不多说了，迟一点拿到媒体试驾车的时候再跟你们看。还可以开这个 Off-road Cooling 啦，应该是多了一个 Radiator 啦。T2 同款的挡挂，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哇，它的这个不同序哦。Eco， 然后我很喜欢这两边的旁边的饰板，虽然它没有做什么路纹的处理太多，但是看下去就是比较特别好看哦。多波360，还有多波缓降，这360，sorry， J2 的钥匙呢也是可爱的哦，四四方方的哦。还有冰箱，驾驶员这边有8项的电动座椅啦，也是有这个电动腰靠。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同样个全液晶仪表可以更换2个主题，一个是数字化的，一个是有双延式的哈。咨询都在中间这边更换，最主要就是换挡拨片。右下角这边只有电子手刹，还有打开尾箱。这边的窗户按键我四四方方、圆圆润润的，很好看。4个窗都有一键上下。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趁这个机会哦。我先来试驾一下这个 T1 的2.0啊，因为我等一下会叫回我的车1.5，所以我们来 feel 一下，感觉一下这2.0跟1.5什么分别。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走了是吗？哇，一上手我感觉到它的那个很明显哦，它的避震器是跟 T2 很大的调教分别啦。OK， 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偏向于 SUV，OK，T2 呢比较有一点偏向于硬派那种。这个比较偏舒适一点，看个了哇，现在是 X mode 啊 ，X mode 啊，我昨天是驾 PHEV 啦，所以突然有换挡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你问我日常生活驾好驾的话，我会比较喜欢 PHEV 的，因为少了那种换挡的顿挫感啊，动力的衔接方面啊，全部都是非常的顺畅啊。PHEV 有它的优势。啊，这个 suspension 会比较偏舒适哦，两个革新不一样 ，T1 和 T2。3、2、1 go。它换挡的这个速度不错的，调教程。OK 吗？顺哦。你讲它很暴力嘛，也没有太暴力，但是是有力的这辆车。它调教是为舒适比较多。它虽然高哦，可是在这种乡村小道，我完全就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它的避震器的支撑非常的好。你看这个弯哦，我虽然有一点速度啦，我这样子过哦，侧倾也不会太严重。你不要看它这样四四方方这样好开，它的降档呀，其实它降档比较偏保护，
它升档没有问题，它降档是呀，等一下，它的第一转速扭力是挺不错的，好像2000多转啊，是很够用。也是很好玩的。OK， 我喜欢它的升档，它升档速度是挺不错的，衔接的没有中间那个空隙。我也喜欢它的那个低转速高扭力的感觉，不用每次这么拉到太高转了才有动力，所以呀，这种调教其实挺不错，城市里面驾驶。可以吗？可以吗 ？OK 哦。这样我们就等一下去试驾1.5，拜拜。我现在跳进来这个1.5的T1，起步的时候呢，就明显感觉到1.5跟2.0的差别其实蛮大的，就是在扭力方面，就是在低转速的扭力啊。所以你会感觉到1.5的时候，它需要这个高转一点点才启动到这个车，就是我们说的加速啦，这样子啦。可能你在一些乡村小道驾的时候呢，这个分别性不大。可是你在你走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察觉出来了。这样它的避震器呢，大家都是旗鼓相当的，还是偏于舒适的啦。前麦花车，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它这个特性哦，这1.5的特性就是你看啊，它一直在维持在2000转左右哦。直到可能要2000转过后它才升档这样子，因为它可能它的调教是比较保持在要它的那个最高扭力的转速这样子。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套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再配搭这个7速的双离合呢，应该是跟那个 J2 的 Dashing 是同一个组合来的。可是这一个换挡的逻辑，还有它的动力的输出，还有它的油门调教，我觉得这个稍微的细腻了一点点。比起它的 J2 的 Dashing 啦，这个时候我们再试一下用它的换挡拨片，还是一样比较保守。给我再踩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它的马力的分别了。2.0就是2.0，因为我觉得2.0跟1.5的车头哦有一点分别嘞，就没有这样重1.5。感觉到车身轻了一点点，它在乡村小道呢，我都觉得蛮灵活的。那比起大哥 T2 呢，当然这辆车的重量哦会稍微轻了一点点，然后它的车身也灵敏了一点点，不多。可是1.5公升超车容不容易呢？这个时候就是看它怎么去表演了哈。我去美诺莫先 ，OK。准备要超车，可是我很明显感觉到它的车头是比较轻一点的哦。真的会轻一点，灵活一点。然后没有 4 wheel 咯，前驱咯。哦，对哦，4 wheel 的车都是比2 wheel 的车重一点的哦，因为多了一个10嘛，对吧？很保护的，这边变速箱没有什么爱降档，在超车。你看我都踩完了咯，地板油哦，跟2.0的加速真的，城市价你不需要这样大动力的时候，我们只是要那个宽对，要那个宽，对。其实J2的车啦，它没有用什么 adaptive suspension 啊，普通 spring 跟那个 absorber 啊，它是可以做到滤震都这么好，而且它又不会太软，所以我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中国 SUV 都是偏软到啊，我自己被 adjustable 宠坏的人就会晕哦，有时候驾到左右晃啊。来，我们再来做一个0到100测试 ，after toll。踩完，那这个时候它比较顺，一档换2档棍，我觉得它后面蛮 OK 哦，它后面很顺哦，它是有力的，它毕竟它扭力也蛮高。我的地板有all the way嘞，150上不去了。
觉得它 top speed 会多少呢？这样子 ，gear ratio 这么长。million 扣来啊，not bad。OK， 我们现在走这150的时候啊，2500转呢，哇，为什么你的转速这样低的？gear ratio 很长哎，啊，你看看，它现在不够力推哦，还有降档哦。有降档哦，所以呀，这个有一点太夸张了，它gear ratio太长了。所以你看它稍微遇到一点斜坡的时候，它就会不够力啊，降档，然后降到6号档，然后我们走顺了之后，它再升到7号档。啊，现在顺了吗？顺了吗？OK， 那你看，它终于上了7号档了。耶、那我就觉得这个试驾就到这边了。如果你们想看我详细试驾1.5、2.0的话，期待以后的影片啊！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你们对于1.5跟2.0你们会选哪一个？觉得这个价钱怎么样？那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个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Goodbye。我们刚刚一路上开高速公路的维车速度大概是120到140左右啦，12.8 liter per 100 km。那我们走了大概260公里左右，还剩半桶以下一点点。那这是它的真实油耗啦，这是1.5的啦，2.0还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它比较顺，一档换2档棍。它换挡的这个速度不错的，调教程。我觉得它后面蛮 OK 的。它后面很顺哦，它是有力的，它毕竟它扭力也蛮高。OK 吗？